牢记这8种股票千万不能买，否则就要做好账户腰斩的准备。强势上涨的股票买入后却遭受巨大亏损，原来是出现了这8种股价形态。我是阿哲，今天为你分享8个散户最容易亏损的股价模型。希望听完本视频的你，在未来的股市生涯中可以逃脱一次次账户腰斩的命运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可以点赞订阅阿哲。现在课程正式开始。第一种，均线空头，短期弱势，千万不要随便买入10日均线在上，5日均线在下，短期空头排列的股票。一个强势上涨的股票，它一定是5日均线在上，10日均线在下，形成一个多头排列。反之，如果当5日均线拐头下穿10日均线，10日均线在上，5日均线在下的话，这里会形成一个死叉。此时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如果股价开始远离10日均线，我们千万不能随意抄底，持有的筹码也要及时出局，然后这2波股价调整，我们就可以避免亏损。等待再次站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，并且5日均线上穿10日均线，形成金叉，我们才可以择机介入。第二种，高量跌破必有灾祸，千万不要随便买入上涨高量阳柱被跌破的股票。每一根上涨途中出现的阶段高量阳线都是牢固的股价根基，价格上涨，资金流入，阶段高量就是短期资金密集筹码，往往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。在股价回调时，我们可以借助高量阳线去低吸优质的筹码，但在股价高位，如果出现高量阳线后上涨停滞，并且收阴跌破了高量阳柱的最低价格，往往就是高风险区域。这种股票行情，除非后续再次强势站上高量阳柱，否则千万不能随便买入。第三种，长阴破位必须出局，高位出现长阴破位的股票千万不能买。我们听过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，但同时也要在这里提醒你，久守必失，久盘必跌。当价格上涨出现盘整，而后以长阴跌破震荡区间，区间形成时间一般会在1个月左右，而长阴的表现是在实体上远超前期 K 线实体，非常容易引发大众恐慌。所以在这种长阴破位后，往往股价很难再有起色，我们要避免买入这种股票。第四种，利剑高悬，跌在眼前，上涨放量阴线后的股票千万不能随便买。上涨途中出现放量阴线，说明当天市场套牢筹码剧增，短线资金大多在今天受损，除非隔日出现反包 K 线，否则在强势上涨行情中将非常容易形成顶部阶段，不是盘整就是下跌，没必要在这种股票上浪费时间和本金。第五种，上下死叉，股价要垮，股价上涨出现指标背离都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是以下这种情况， MACD 顶背离后2次死叉的股票千万不能买。当股价上涨创新高，但底下 MACD 双线却是顶在降低，并且第一次死叉与第2次死叉是前者上后者下的位置关系。在确认2次死叉成立后，往往是中期以上的波段调整，这种股票千万不能买。第六种，价平量缩，时日不多，价格平整而成交量缩量的股票千万不能买。股价上涨到某一阶段，成交量逐渐减少，而股价却维持在同一水平，表示市场交易的意愿在减少。此时股价趋势的发展需要进行修正，是一种暗含的警戒信号。当再次出现明显放量阴线后，股价将非常快速的进行方向选择。如果你以为此处是箱体低位有支撑，就很容易买在下跌的启动点。第七种，价创新高，9数为吉，价格强势上涨的股票创新高达到9次以上，将会成为波段高风险区域，以波段低点为0，
创零新高为1，再创1新高则标记为2。我们取同一只股票的2次波段上涨来观察，第一次波段是缓慢上涨，第二次是加速上涨波段。但你会发现，到达急速久后，市场剩余的利润往往不多，经常是鱼尾行情，而此时买入做多，面对的风险却是不小。所以，当价格强势上涨，创9次新高的股票，千万不能随意追涨，往往性价比不高，而风险性不小。最后一种，高位双缺，股价必转。当市场在上涨后出现高位同价格区域但方向相反的缺口，这种股票千万不能买。股价在短期出现上涨跳空缺口后，同样的价格区域再次出现下跌跳空缺口，这就是高位双缺口，也被称为倒型缺口。往往趋势会快速转向，后续的下跌速度一般也是加速下跌。所以这种趋势反转结构在股价上涨波段中出现，千万不能再买入做多。这就是8种最容易产生亏损的股价形态，也是散户本金多次腰斩的原因之一。看完本视频的你，在以后的炒股生涯中就要特别小心这8种股价模型的出现。但凡能因此逃过一次亏损，阿哲今天的视频就没有白费功夫。最后再多提一嘴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更多技术分析等你掌握，下节会更加精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